因为我已经被脸书绑架11年了。然后我不是那种因为我认识你，我就会去你的 Facebook 帮你按赞留言。我知道很多人会这么做，可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想 follow 这个社会结构，我觉得有点烦，所以请大家不要再生气我了。我不是把你删掉好吗？如果你看到已经搜寻不到我了，那是因为我已经把它关掉了。就是跟你一起长大的人啊，其他人门儿都没有。放东西、po 照片、影片，其实都是只是在自言自语而已。如果你今天也看到这个的影片的话，拜托你跟我一样逃离 Facebook 的掌控吧，不要在 Facebook 上面浪费时间了。因为你的灵骨塔上面绝对不会磕。Facebook 人数满5000人，就是我花太多时间在滑手机了。这样，如果你幸运你够知名的话会，但是其实如果不会的话，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它。给大家良心建议咯。好，所以你觉得喜欢我今天的内容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呢，应该不会想要分享给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idea， 你可以传播出去，就是不要再用脸书了。一些书我会推荐在下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咯。3TV 我们下次见咯，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嗨，欢迎收看3人TV，我是3人小莹。今天我要分享的一集呢，这集非常的重要，因为在5月底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是日本人，然后他是佐佐木典士写的。我决定简单的生活2，50个不勉强就可以做得到的习惯。我还没有借到，所以我就先看了2。这本书呢，主要是要教会我如何放弃我不想要的坏习惯，以及教会我如何重新训练我自己，培养新的好习惯，并且在每一天执行它。看完那个书之后，我就决定呢，我要关掉我私人的脸书账号。那工作之外我没有办法，实在是必须要用到 Facebook， 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私人的账号 deactive， 就是说暂停使用，就是我不是删除这个账号，我就是暂停使用，因为我已经被脸书绑架11年了。我从2009年开始加入脸书，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疯狂的使用，然后我觉得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上面，就跟以前无名小站的道理是一样，就是 anyway 你就算你几百万人点阅，那又怎么样？因为它迟早有一天会倒掉，或者是被禁止使用，你的 data 迟早有一天会消失。要小心的就是说，它就是专门针对人脑去设计的那些 app， 所以才会让你就是欲罢不能，就是一直想要点开它玩，这样有点像电动玩具这样子。生活上没有 Facebook 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从5月30号开始停，我已经停用脸书4个月了。然后这4个月我有超级多的时间，虽然我也是看了蛮多 Netflix 的。但是我觉得那至少比就是我滑手机来的好。那当我暂停使用之后呢，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我真的人生松了一口气，然后我多了非常多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影片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当我暂停使用脸书之后呢，我的人生有多么大的变化，然后我现在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所以请大家不要再生气我了，我不是把你删掉好吗？如果你看到已经搜寻不到我了，那是因为我已经把它关掉了，我已经关掉了，所以你已经找不到我了，不是因为我把你删掉，我随时我还可以重启那个账号，可是我不想花时间在上面。就是看完那本书，它是教你改变习惯，所以我就是自从我没有用 Facebook 之后，我觉得哇塞，我超多时间，我可以超多时间关在舞蹈教室练舞的，然后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跟家人在一起，每天帮妹妹按摩。我觉得那才是我比较想要的。然后人生短短，你可能很快就会过世，对，很快就会人生就消失了。所以我只想要把剩下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再来就是我还不知道我还能够跳多久，就是说因为舞蹈跟运动员都是有寿命的嘛，都是有就是身体上的限制的寿命的。那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跳多久，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个时间赶快跳。所以现在抓住机会，我就是只想好好的做我很想做的事情，做我最喜欢的做的事情。请大家多多包涵咯，要继续支持我哦，我们还是表面上的好朋友。OK，you got it。我
我觉得我花了太多的时间在 social media 上面，就是社群媒体上面。你回想哦，一开始是即时通，然后再来是 AMSM， 然后无名小站来，然后就是一大堆的 app， 无止境的浪费你的时间。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应用程式占满你的手机画面和电脑画面后，每分钟都会有新的通知进来，应用程式 App 就会出现亮灯的提醒通知。这些通知就是让你大脑分心成瘾最主要的理由原因，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多巴胺，让你的大脑感到非常的兴奋。而多巴胺有2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不好的。好的多巴胺就是像例如说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是跳舞的时候感受到的兴奋所产生的多巴胺。坏的多巴胺则是借由酒精或者是药物以及科技的成瘾所分泌的坏多巴胺。试想一下你在社群媒体所得到的人气，这些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而得到，所以你就会特别容易成瘾。不幸的是，成瘾状态的大脑无法判别好或坏的多巴胺，只是不断的在享受愉悦感。随后你的人生生活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就是被这些通知在不断的干扰，而最后你的世界只剩下这些通知。所以你正在浪费大把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把人生所有宝贵的时间都已经浪费在社群媒体上面了。就是我花太多时间在滑手机了，这样，或是看点书啊，去散散步啊，都很好。这样，这些真的来得比那些按赞更有意义，也比在 Instagram 一直放照片都还有意义。相信我，真的。然后我真的超懒得弄那东西，而且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social media 它会一直因为时代在改变。你现在10年前是无名小站，再来就是脸书，再来会换到 Snapchat， 然后又再换到 Instagram 完之后，你又会再换到其他的，这些它是会一直循环的。所以你不代表你现在在某个social media 累积很高的人气，你接下来它可以带到另外一边。如果你幸运，你够知名的话会，但是其实如果不会的话，你就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它，我觉得倒可不必。再来就是其实我身边的朋友真正有在用 Facebook 的，真的几乎没有了。就是我的朋友，大概我比较亲近的朋友，他们大概3-4年前，他们就已经没有在使用 Facebook， 他们甚至都已经做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了。所以我就觉得，我每次如果在我的 Facebook 写东西的话，或者是放东西、po 照片、影片，其实都是只是在自言自语而已。所以为何我要花时间呢？对不对，妹妹？花时间给你还比较好哦。然后我这几天在看一个书，这本书叫做《找到远不孤单，近不受伤，刚刚好的距离》，是一个韩国的精神科医生写的。然后你看我觉得他这边就写得非常好。我们在脸书可以结交最大的朋友是5000人，如果超过5000人就不能再新增好友。虽然对一般用户而言，5000人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脸书好友达超过5000人。重点就是说呢，不过在手机电话簿储存的数百个名字里面，以及在社交网络朋友清单之中无数个朋友之中，当你真正需要帮助时，究竟有多少人会伸出援手呢？曾经有一项问卷调查提出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3至5个人。举例来说，谁会来参加我妈妈的丧礼？我妈妈临终前有哪些人会想要来见她最后一面？你知道就是谁吗？就是固定那些人吗？谁会来丧礼帮忙？就是那些人呢，就是跟你一起长大的人啊，或者是跟你很 close 的同事，然后他才会来帮你，对不对？其他人门儿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当你需要帮助的人，其实大多数的答案大概只有3到5个人，可能我比较幸运，我还多一点点，所以谢谢你们的帮忙，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当我的朋友。很悲哀的是，那种最爱自称我跟你是一家人的亲戚，都只有在告别式的前一天才会出现哦，很扯吧？更扯的是，有些你所谓的朋友，他会邀请你一定要去参加他的婚礼，即便是海外婚礼，或者是他小孩的满月，或者是任何他所谓重要的习俗，他重要的一刻，只要是你能够到场给他祝福，还有红包，但是他一定会忘记出席你父母亲的丧礼哦。最后，如果你是亲戚，你来是应该的，好吗？好，其余的人对我们而言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Nothing。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瑞克·克林南伯格 （Eric Klinenberg） 针对这种情形曾经指出，人际关系的经营首重于质，想要以量来充数是不切实际的。上面来说，它的 title 是拜托，请让我独自经营经营。有一个好友，大概有350名的朋友说，他对人际关系感到越来越怀疑。以往他看到日益剧增的好友人数，他会沾沾自喜，就像大家一样，每个人都会这样。不过其中真正会联络的朋友，也不过20个人左右，是不是？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账号是给 everybody？ 我是一个 official 账号，大家都可以加，你只要敢送交友邀请，我就一定会 accept。我就一定会接受的，公共账号是不是可以？那另外一个就是家人朋友 only 的嘛，就是这些人我是真的私底下不会有联络的，我们每个礼拜都可能会联络好几次，或至少1个月会见面1次的，这种人就是你的朋友，你真正的朋友，其他人就是你的点头之交。对，就是这样。然后大家要认清这件事情。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比较讨厌，就是我从小就是我比较不太喜欢去巴结别人，然后我也不想要假装跟你很好。你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的共同的兴趣或者是共同的话题。我们如果只有在工作场域上面见面，那我们就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以我的工作，我们又还不是同事哦，就是我们可能就久可能1年才见1次面。所以你对我来讲根本就是点头之交，或者是跟就是刚骑车过去的 Foodpanda 的人到底是一样的嘛？就是我就见你一面而已啊，我跟你不会有任何的情感存在。然后我不是那种因为我认识你，我就会去你的 Facebook 帮你按赞留言。我知道很多人会这么做，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因为我比较喜欢把时间用在我自己上面。然后我也不是那种一天到晚会放200张自拍在我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的人。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就是我可能跟你不太一样，但并不表示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非常讨厌你，不想 follow 这个社会结构，我觉得有点烦，然后有点浪费我自己的时间。英国牛津大学演化人类学的罗宾·邓巴教授在《150法则：从演化角度解密人类的社会行为》一书中曾经指出，即便社交能力再怎么卓越的人，与他人维持紧密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人，并将此命名为邓巴数字。他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谓的150个人，是指在酒吧里偶遇，就算坐在一起而不请对方喝酒，也不会觉得不知所措的朋友。就是呢，他在你旁边，就算你不帮他买免费的酒，你也不会觉得尴尬的朋友。他建立此一理论的基础，主要着眼于过去原始部族村落的组成人数大约为150个人左右，而目前人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格陵兰原始部落的平均人数也差不多是150个人左右。根据此一法则，一个人可以缔结的人际关系上限最多不超过150人。事实上，即使朋友人数超过于此，彼此也只是不太熟悉而毫无意义的关系而已。因此，从那些连名字都未必真实的社群网站朋友，以及储存在手机联络人的清单来看，对人际关系感到怀疑的人，在整理不必要及形式上的人脉时，应该牢记邓巴数字的原则，因为超过这个数字以上的人际关系，其实毫无意义的可能性非常高。然而，这些人在试图删除联络人时，心里往往会过意不去而感到苦恼。但是这种感觉只是暂时性的哦，真的删除之后，心里反而会感觉到十分轻松。这就像有些死也没有办法把东西丢掉的囤积者，在闭着眼睛把不必要的东西丢掉之后，感觉到生活变得简单的感觉如出一辙。为了不要让自己再继续成瘾，而且实在是浪费太多时间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停止使用 Facebook。总而言之，如果你还在使用 Facebook 的话，我劝你赶快放手，就是这些东西都带不走，你的墓碑上面不会刻着哦，他好友超过5000人，他有300万人按赞。你的灵骨塔上面都不会写这些，就是算了吧，就是放下一切，就是好好享受你的生活，把握当下，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Hello，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由韩国精神科医生金惠南所写的《找到远不孤单，近不受伤，刚刚好的距离，你和我之间》。这本书有一段写得很好，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在现今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时间的俘虏，把时间保留给我们珍惜的人，正是向对方传达自己心意最佳的方式。给大家良心建议咯。好，所以你觉得喜欢我这些内容的话，请记得给我一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然后呢，应该不会想要分享给朋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idea， 你可以传播出去，就是不要再用脸书了。就是脸书它会一直在窃取你的讯息，所以就这样吧，让你的生活简单一点点。然后佐佐木典士的书，还有一些书我会推荐在下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咯。大人 TV， 我们下次见咯，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